绝不允许出现第二个逃跑的路径。这丑模样，要是个当诱饵的好材料啊！阴气入体，灵气归元。那日你断我4肢，妖怪啊！眼下要抓紧时间恢复修为，破除禁锢。炼魂宗那里的灵气定然充足。老祖，你怎么了？取你身体肉！那魔童毁我肉身，伤我元神。若不是将他引到小北延吉之地，利用听人禁制将其禁锢，恐是难逃此劫。此番没有抓到亡灵，还赔上了半条命，唯一所获便是这仙剑。剑魂，剑！大爷饶命！别杀我！当年我也是被那姓王的逼迫的，我对他可是恨之入骨啊！旁的剑魂都是忠贞不二，你这剑魂倒是有趣。你家许爷，他们岂能和奴才相比？我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此剑绝非寻常之物，就连其中剑魂都能拥有神智，着实难得。若将其抹杀，倒也有些可惜。不如趁我元神融合肉身之时，先行封印，以观后效。既你主动投诚，从今以后，你便是老夫剑魂，休想耍什么花招。大爷放心，我许立国一向忠心耿耿，绝不背叛。如为此事，便叫我万魔穿心。你随我一同闭关，待我元神与肉身融合后，再去找那亡灵算账。杀心啊！你啥时候能来救我啊？据说炼魂宗是皮陆国最神秘的宗门，从不主动收徒，皆是愿者上钩。只要在开放之日上缴灵石，便可获得一处洞府修炼。护山大阵。何人擅闯我炼魂宗？拜见前辈，晚辈多有冒犯，此次前来只是想拜入炼魂宗。你是哪个门派的？弟子是个散修。散修能达到筑基期，倒也不易。不过我宗收外围弟子的时日早就过了，你明年再来吧。前辈请留步，弟子多年前偶然得到一把好剑，一直没舍得用，还请前辈收下。这小子竟能有此等宝贝！此物从何处得来啊？多年前，弟子曾帮助过一个结丹修士，在他受伤之际为其护法。他伤好后，便将此剑送予我。可弟子修为不够，无法使用。好吧，老夫看你修行不易，便破例子，
跟紧我，炼魂宗内禁制极多，你若是走错了，我可不救你。多谢前辈。如御前所说，此处灵气果真比外界浓郁数倍。用如此多的灵气，供成千上万的外围修士修炼，真是罕见的大手笔，倒也正合我意。长兄，长兄，来了来了，喊什么？我路上遇到一个小辈，长兄收他为外围弟子可好？你红毛子都发话了，我岂能拒绝啊？那人就交给你了。我这次出山，收集了上百冤魂，正好能把魂幡练出一个主魂。等练完后，我过来找你吃酒。红毛子这无利不起早的性子，你可给了他什么好处？回前辈，是一把剑。既然如此，那这1090洞便归你吧。1年1块中品灵石。此洞府灵气稀薄，多半是条废门。前辈，弟子想换一间灵气更充沛的洞府。修道之人最忌贪快，你如此修炼，道基不稳，此生不会有结丹之日。晚辈还有一事请教，红毛子前辈刚所说的魂幡是何物？你可知，我炼魂宗内门弟子虽只有几百人，却能与毗卢国其他门派势均力敌，是因什么吗？因这魂幡。正是，魂幡乃我宗特殊法宝，其中玄妙只有内门弟子可知晓。想当年，我一路厮杀进内门，却因在结丹初期停留太久而被取消了身份，落得个外围管事。不知前辈可否透露一二？你现在还没资格。外围弟子每隔3年有一场万人大比，决出1人进入内门。你若想知道，自己去试。是晚辈见远。你叫什么？弟子名为青木。好了，跟我来吧。找了这么久，却没发现他的一丝气息，难道真遇到了不测？房号越小，表示灵气越多。看在红毛子的份上，我可是给你选了个灵眼之地。多谢前辈，晚辈日后定多多孝敬。外围弟子数以万计，能入内门者万里挑一。炼魂宗却还要耗费大量灵气滋养众人，究竟意欲何为？恐怕不只是培养修士这么简单。灵眼吗？借由昆晶岩汇集灵气，再用聚灵阵防止灵气外扩，倒是个伪造灵眼的好方法。不过若能解开禁制，直接接触昆晶岩，冲击筑基后期倒也够用。以我现在的修为，要想破除禁制，虽有难度，但未尝不可一试。破！
见了。也不知此时婉儿那边怎么样了。还有7年，我必须加快速度，找出灵眼之地，才能彻底将禁锢破除，解除封印。此处应该就是最接近真灵眼的洞府，但有人在内。青木，前辈，筑基大圆满，此人天资平平，却在短短3个月内从筑基初期一跃至此，身上定是有什么逆天法宝。又或是修炼了什么玄妙功法，怕是下次相见，我便要称呼你为道友了。元神崩溃后，我无法隐藏修为，倒让这结丹修士看出了端倪。此人日后定是个麻烦。此地人杰地灵，晚辈日夜吐纳，也是侥幸成功而已。你若能成功结丹，3个月后的宗门大比，便有极大的可能获胜。若到时你真进了内门，可要时常回来看看呀。啊，对了，我要提醒你一句，炼魂宗大比的规矩只有一个：成王败寇，只要能赢，生死不论。多谢前辈提点。若能从青木口中探出快速修炼的方法，定可重回内门。奇怪，怎会不关门？不过一个小小筑基，捏死他易如反掌。来了，秦牧，快把你修炼的诀窍交出来！我若不，你没得选。外围弟子的死活，宗派根本就不会过问。你交出来，我还能少你一条生路。否则，你果然有不少宝贝，今日都是老子的了！这是什么东西？不能少！我可是外围团师。外围弟子的死活，宗派不会过问。你绝不可能只是筑基期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，你不配知晓。
育，形成了一股天然灵威，借此来打破封印，再合适不过。炼魂宗吗？将外门全部包围，任何人不得离开，违者格杀无论。是。不知道谁弄的，不知道。此次一举恢复到了元婴中期巅峰，元神也初步收拢，但是天意珠还无法取出。此人到底是何来头？若我知情不报，恐被牵连。要不……所有人接受检查，如有异动，就地格杀。看来这就是炼魂宗的魂幡秘法。若是能学会，再以游魂炼幡，想必威力不会比金幡小。检查，又不是他干的，他为何要跑？炼魂宗外围弟子人员成分复杂，弟子中有不少见不得光的交隐，而且还有其他门派派来打探魂幡之法的细作，搜魂术下可什么都藏不住了。来，走吧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你，下一个。过去。来。下一个，通过了！怎么可能？快点！好了，下一个。这些内门弟子的最高修为不过元婴初期，禁制的玄妙，不是他们可以看穿的。竟可如此轻易地避开内门长老的检查！哎呀，幸好我没有轻举妄动，此人以后能避则避。除了这些别有目的之人，没找到与昨夜灵脉事情有关的。难不成是外宗所为？好了，大比将至，
速去修炼吧。无论是主灵脉，还是魂幡秘法，都是内门弟子的待遇。看来，这炼魂大比的内门弟子之位得拿下。此番劫后余生，意境上隐约有了一丝明悟，虽修为暂时恢复到了元婴后期大圆满，但对意境的领悟却突破到了化神中期。若能找到那诡异的一点，便可再次突破。而今，先烈冲击对查痕与意境封印的作用有限，若要继续冲破桎梏，还需另寻他法。李元峰以应变初期的修为留下的查痕，必有如此威力，可见这应变修之意境可实体化这一点，就不是化神能比拟的。这气息是……师兄，我叫柳梅，你可还记得我？朱雀子的弟子，当年恒月派的那个少年，如今竟也成了炼魂宗的弟子。数百年岁月，也不足以让你悄无声息地成为朱雀国弟子，除非你本来就是。师兄聪颖啊！你不远万里来探我，到底是何意？王师兄，我不瞒你，柳梅多次接近，只是为了提醒你。你的手镯，我在红蝶身上看到过，此人身上疑点重重，来意不明，定心怀鬼胎，不必，告辞。500年前，他还是个懵懂少年，现在他的内心已坚硬如铁。他的道心究竟是什么呢？受死吧！我认输。认输也得死。看来这场大比又会死不少人呢。只有唯一的赢家才能进入内门，他们当然要抢破头了。加油！炼魂宗每次大比，上万外围弟子只有不到一半能活下来。这等选拔规则闻所未闻，似乎在怂恿选手间互相残杀。境内定有隐情，难不成让弟子相互残杀，再由宗内收魂？原来大比的目的，竟是为了给宗内收集魂魄。没想到炼魂宗的壮大方式竟如此残酷。一个功法诡谲，嗜血成性，
一个其貌不扬、歪打正着到决赛。哎呀，今年决赛真没看头。开始吧。结丹中期，老子苦修此术数十载，终要得偿所愿。小子，走到决赛算你运气好，但遇到我，也是你的命数。周叔，赢。你这法术，应是同阶修士，一击即亡。你这叫死咒术，不可能，死咒术不可能失效。这种滴血的神通，不过是对极境的模仿罢了。若是修为碾压，自然是能一击而亡。但若修为差别过大，便会放肆。不可能，你究竟是何种啊！弟子王震见过大长老。这是此次大比胜者青木。司马的死咒术，你是如何破解的？弟子隐藏了修为，实际已经达到了结丹后期大圆满，所以他无法伤我。哼，倒是没有撒谎。不过靠着修为略高，却是毁了一个有神通的好苗子。那谁，他就由你来安排吧。弟子遵命。恭喜师弟赢得大比，入我炼魂峰。先随我一同入内门吧。这三座巨峰，便是内门炼魂、抽魄和锁神三宗所在。内门主脉，果然良气磅礴。不知那魂幡之法，师兄可否透露一些？自然。魂幡的等级，根据其内魂魄数量依次递增。10魂幡与100魂幡极为寻常。可若是练成了1000魂幡，便就具备了一些神通。我手中的便是1000魂幡。若要练成1000魂幡，必须有主魂，且主魂威力需超过魂幡之上所有魂魄的总和。主魂威力越大，魂幡威力越大。魂魄封印在魂幡之内，不会消散，反可渐渐成长，这也是魂幡之法的根基。虽说朱雀星也有一些收魂炼幡的神通，但与炼魂宗相比，确实有所不及。那9000金环，便是宗内9位化神长老闭关之地。师弟，你可知曾牛，就是传闻朱雀星上鹰变旗下第1者？听说过。其实宗内本有10位化神修士，当年那位化神老祖周游他国，意外与那曾牛产生矛盾，被曾牛击杀陨落。我何时杀了一个炼魂宗的化神修士？这曾牛失踪的倒也是实话，遁天始祖本要亲自去找此人讨要说法来着。遁天始祖？咱们炼魂宗有2位鹰变始祖，那2道血环便是始祖们的闭关之所。遁天始祖手中那把10亿尊魂幡，便是那朱雀子也要退避3分。宗内没有师尊，全靠自修。你被分到了炼魂峰，此峰之上，你可选取任意地点，开辟洞府修炼。
内门弟子的服饰和令牌到偏殿领，功法去峰内藏经阁去。多谢王师兄。令牌，进去吧。第3层不能进，余下2层随意翻看。请问前辈，魂幡制作的玉简在何处？那玩意儿这里没有。等什么？魂幡制作的玉简只有10枚，你若想要，凭本事去抢啊！抢来你不就有了？你有本事杀人便杀，看好什么就拿，看中你一个女修就抢，凭实力获取所需，便是炼魂宗的规矩。没有秩序，肆意而行，这规矩倒也新鲜。好你老子，你是这100年来第5个对我出手的，老夫就和你玩玩。别抓了，爷爷！咱们炼魂内宗还有一个规矩。规矩？东西拿走，认输不杀。师弟，玉简那里就有一块。炼魂宗又多了一个不能招惹的主啊！不死！魂力不足饱满，还有几个不弱于结丹修士的威压。这魂幡不错，我收了。认输！我认输！杜甫、玉简、魂幡，统统都归你。我府内还有2个收修的小妾，也归你。照规矩，你不能杀我。其内虽是魂幡之法，只不过好像并不全面。师兄可是看出这玉简内的魂幡之法有所缺陷啊？师兄应该是青木吧？此次外围弟子大比的获胜者，师妹许云见过师兄。魂幡之法缺陷，是因为魂幡的制作方法共有3份，与3座飓风的名字一样，分别是炼魂、抽魄与锁神。3法合一，才是真正的魂幡之法。休要回来！竹林脉灵气浓郁，少取一些应该无碍。啊，这是上古魂镜，以魂为镜，变幻莫测不说，威力更是超过寻常剑之数倍。一色魂剑锋线之处，定有宝物。啊，体内有灵魂之力，不知是宝是祸。而今情况迫在眉睫，也只能并行先招了。